Hello， 大家好。在我面前的这些东西很像是在摆地摊，那这些是我2024年，就是去年用完的东西，已经按照他们的品项跟种类分类好了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空空赏的分享。先从脸部的保养开始，这一罐是之前有介绍过的荷兰的瓜牛霜。这个超级适合这边的冬天，11月、12月、1月跟2月。它这个的话，就算外面在下雪，或是温度0度左右，这个只要擦化妆水，然后再擦这个面霜，它就足够滋润了。但虽然我自己是干肌，但我之前春天跟夏天用的时候，我觉得过于滋润，所以这个就冬天用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春夏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这2款。这个是18的，那它这个 cream 它底下其实有出很多个种类。我这个是2%的维他命 E， 它这个一样吸收非常的快，然后在春天、夏天、秋天的季节就很够用。那另外的话，这个是我之前在宝雅买的，这是 Olay 的一个就是面霜，它这个话价钱我之前看好像250到300，超级便宜的价格，但是它一样很好用。那它这个有分2款，我买的这一款是 No Fragrance， 就是没有香味的，然后另外一款我记得是粉红色的字，然后它就是有香味的，那就看你自己想要买哪一个。但我觉得无香味的应该就很够了。CeraVe 的一个 lotion， 它这个的话超级适合，如果是那种夏天很炎热的话，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保湿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是 ultra lightweight 的，它就是虽然非常的轻薄，但是它一样保有很基本的保湿度。那它这一款我记得有出 AN 跟 PN 的 ，AN 我之前看网络上评论，有人觉得 AN 的很难用，那 PN 的话好像目前来讲没有看到什么负面的评论，所以 PN 的话这个就可以买。倪净思的一个积雪草跟 B5 应该是霜吗？但我觉得这个很不喜欢。第一个它非常厚重，我之前擦的时候可能就擦到人中这边，觉得怎么有一个东西盖住我的毛孔，然后这个就是没有很好吸收，然后又很厚重，所以最后就被我拿来擦脚。那这个是虽然我还没有用完，但是我非常的推。它这个一样是 CeraVe 的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假设你用这一个，那你觉得可能滋润度有点不太够的话，你可以用它这个，它这个是 Gel Oil， 它就是用凝胶的形式包住那个精油嘛，它就是这样，然后你把它抹开，但这个不要单用，因为这个我之前单用的话就非常难用。它非常适合，就是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乳液，你觉得它不够滋润，你就加1到2滴的这个 Gel Oil， 它就可以非常的融合你的就是原本不够滋润的乳液，然后你就不用再买一罐。这个是 Balea Q10的晚霜，它的外壳就长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很迷你，是因为它是做旅行组的，所以这样一小罐5ml而已。这个的话我没有特别喜欢，因为首先它的味道一样很奇怪，再来就是它虽然是滋润，然后稍微有点厚重，但它吸收也不快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买 Balea 的产品踩雷的其中一个东西。这个是加丹尼尔的水感清透防晒凝乳，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防晒系数之外，但是它保有非常清透的感觉，就是你在妆前擦的话，它可以帮你的脸部保湿，然后加强你后续的底妆更服帖，然后它也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或搓泥，所以加丹尼尔这个就是会一直会够。那身体的话是这个 A 里的也非常的有名，一样是有非常高的防晒系数，不厚重也不绵密，所以夏天的话这个也很推。那如果有到欧洲的话，可以推荐一些我之前在这边买的觉得不错的。那我这一支虽然是空空赏，但我一样会掺杂一些我觉得爱用或者是想推荐的，都会一起说。这3支是我在巴黎的药妆店买的，不对，是在法国的药妆店买的。这2个呢是理肤宝水的，这个台湾也有卖。那我是去年2月的时候在巴黎的药妆店买，才买10欧左右，反正超级的便宜。这一支的话一样就是夏天，如果你真的要出门曝晒的话，这一支擦了真的不会晒黑。虽然它的防晒系数一样非常的高，但是这个一样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，它吸收也非常的快，所以这一支理肤宝水的我超级的推。那再是身体乳的话，是理肤宝水的这一个，
它这个一样，就是它虽然防晒系数高，那它一样擦完之后蛮快就吸收了，也不太厚重或黏腻，所以这个也很赞。再来就是我上次暑假去南法的时候，然后在尼斯最大间的药妆店买这个雅漾的防晒乳，这个我就没有非常的推，因为它这个虽然是写它是脸部的，但它的质地超级的厚重，然后我觉得吸收的话也没有到很快，我觉得它也不太吸收。它这个的话，因为它不太吸收，然后跟你的后续的底妆不至于到搓泥，但是它会让你的底妆非常的不服帖，所以这个我真的就是建议就是擦身体就好，因为最后它就被我拿来擦手跟脚，我就不敢再就是上脸的。在德国的 DM 买的是卡尼尔的，这个是脸部的防晒乳，这个也很不错，因为它这个是说是水感的保湿的防晒乳，除了有很高的防晒之外，但因为它保湿，所以它也很适合就是在你要上粉底之前擦这个防晒乳。眼霜的话，我就用完这一罐，这个是跟刚刚瓜牛面霜同一个系列的，它这个是瓜牛的眼霜，擦完你的眼睛周围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柔嫩，所以如果到荷兰来的话，我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到他们的药妆店买这个瓜牛系列的产品，而且他们很常在特价，买1送1，或者是第2件几折，或者是直接1件品项就5折，可以趁他们折扣的时候多买一些。脸部喷雾这2款是巴雷雅的，那它1罐台币我记得不到70块，非常的便宜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喷头很大的原因，就其实你平常压的时候那个出水量都很大，导致说我常常觉得我怎么才刚开这一罐，感觉一半就用完了，然后不久之后另外一半用完了，整瓶就没了，所以我很常会需要补货这个巴雷雅的保湿喷雾，但是也因为它价格不贵，所以你用起来完全不会心疼，所以如果平常喜欢就是狂喷猛喷的人，这一款就蛮推荐的。再来是 DM 另外一个自有品牌，它这个话是玫瑰水，那如果你平常是喜欢一点玫瑰味的话，这2款也不错，那它会稍微再比那个巴雷雅的脸部喷雾再保湿一点。再来是达特务的玻尿酸的化妆水，这一款的话它有分2个版本，我买的是 Light， 是比较清润型的，因为我后续的面霜就会用的比较保湿，所以我觉得化妆水就是正常好吸收就可以了，所以我就买的是 Light 的版本。那这一款因为它本身就一点点粘稠度，所以它其实不用再搭配化妆棉使用，你就倒在那个手掌心上面搓一搓就可以上脸，非常的好用。再来是妮维雅的一个化妆水，那因为它之前在买1送1，我就一次买了2罐，这2个我都不太喜欢，因为它一打开其实就有一个蛮重的酒精味，那因为酒精本来很快就会挥发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保湿。那这2款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不用买，因为还有更好的化妆水。接下来这2款就是满满的，完全用不完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 Atos 的，就是一个荷兰的药妆店，它自己的自有品牌出的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玫瑰的化妆水，但这个完全用不完，原因是因为我当时一打开，然后闻到这个玫瑰味道，就是一个超级化学的玫瑰，所以这一罐之后应该会被我倒掉。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之前在巴黎的药妆店 Melvita 的，他们家我记得很有名的是他们的玫瑰花露水跟精油的部分。那我当时会买这个就是 Orange Blossom Flora Water， 是因为它来特价，但我一喷之后，它的味道就很像是就是有一种臭臭的感觉，很像是花掉下来在街上，然后被踩碎，就有一种腐烂的味道，所以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无法。护唇膏的话，我用完了一条 DHC 的橄榄油护唇膏，这一条是我从国中就开始用，超级的爱它，因为它很滋润，你就常常这样1次2次1次2次，然后隔天起来你的唇况就会非常好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我永远的爱。这一款的话是我在 DM 买的，这个在这边也蛮有名的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保湿很普通。像如果是平常你的嘴唇有死皮的话， DHC 是你擦上去之后你去睡觉，早上起来你的死皮就可以剥掉。这个呢，它就是做事做一半，它就是会让你的死皮这样浮起来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非常的轻松卸掉，所以这个就是做事做一半的护唇膏。这2款的话是我推的护唇膏，这个的话它是很滋润，而且它自己上面说 all day moisturizing in one use， 就是你1天用1次就可以。那它是真的，因为像我就睡觉的时候擦，这样擦一擦，隔天早上起来唇况就变得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的话可以在 DM 买。那另外一个话是唇膜，这个是我在 Roseman 买的，它这个有2个味道，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红石榴的味道，然后我这个是蜂蜜味的。那这个一样
样被我用超多，有点凹了。它这个一样就是更滋润，前一天睡觉忘记擦护唇膏，或者是你妆前要急救一下你的嘴唇，用这个唇膜就非常的好用。巴雷亚的小型胶囊，这个也是很多人到德国药妆一定会必买的一个东西。那蓝色的话就是最基本的脸部的保湿，粉红色的话它就是给嘴唇跟眼周的精华油，那黄色的话它就是有加 Q10， 它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功能。那虽然巴雷亚它是 DN 的自有品牌，那我觉得应该是 DN 的就是产品里面价格最便宜的，但我觉得它其实蛮常会踩雷的。那我特地留一颗，那我觉得它这个问题是说你只有这样剪掉就可以，然后这样就看到它就是一个精华油，但它这个我之前用过，我擦脸的话它这个就是很油很滋润没有错，但是它不会吸收。你晚上擦了之后，然后隔天起来你会觉得你的脸浮了一个油，然后这个油呢我觉得很恐怖，所以这一款后来全部被我拿来擦脚。这个东西真的很见仁见智，不要像我一样小摊买一大堆，你一次先买一款来试用，真的好用的话你再买后续的就好。加丹尼尔的积雪草卸妆精华露，它浓妆跟淡妆都可以卸，但它只会卸掉你脸上的彩妆，那你卸完的时候会觉得你的脸变得很保湿，就是让整个卸妆的过程变得非常的舒缓，所以这个很推。这个是巴雷亚的，这个我记得不贵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卸妆油，蛮好用的，所以巴雷亚的这一款卸妆油可以买。这个是我现在在用的，这个牌子是 Rossmann 的自有品牌，这个卸妆油也很好用，就是浓妆淡妆都可以卸。那有一款就是我在 DN 买的，也是他们另外一个自有品牌卸妆油，会再上图片。它那一款超级的难用，它就是你的那个卸妆油抹到你的脸上之后，你要用清水哦，洗不太掉，它让你的脸变成那种防水彩妆，那个水在你的脸上会变成水珠，然后你后续要用洗面乳狂搓猛搓才会把那个卸妆油带掉，所以我那个只用一次，直接整罐被我丢掉。这个是妮维雅的玫瑰的卸妆凝露，这个也很好，它就是浓妆淡妆都可以卸，然后卸完之后你的脸一样会非常的保湿，所以这一罐也很赞。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贝肤黛玛嘛，就是它的卸妆水，因为我当时呢就是带了一罐全新的刚刚那个很难用的卸妆油去巴黎，然后那个晚上一用就发现 Oh my god 那超难用，所以我隔天马上冲去药妆店买最熟悉的这个卸妆水。这个是 L'Oreal 的 True Match Foundation， 我的色号用的是 ER1C， 那这个是带粉调的色号，它就是会让你的皮肤气色会更好。这个的话遮瑕力我觉得大概60%到70%，属于中高度的遮瑕。那保湿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是5度以下的话，可能妆前保湿要再更滋润，那5度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粉底液我觉得很推也很好用。这个是雅漾的，那我会有2颗呢，是因为上次去巴黎的时候，我那行李呢拖一拖，我那个 Essence 的蜜粉就碎掉，所以呢我就只能再去巴黎的药妆店再买一个新的蜜粉。我先给你们看这一颗，它就是里面有不同的颜色，那它里面有附一个海绵这样子，我觉得没有到很好用，所以我都是用那个蜜粉刷在上面这样撸一撸，然后上在你的脸上。它这个的话就是不同的颜色混在一起会有不同的功能，这个它的粉质很不错，但是呢我就是因为我的 Essence 的蜜粉碎掉了，所以呢我就买这一颗蜜粉，就我的蜜粉呢，我真的也没有摔到，它就某一天就自己碎掉了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推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用，但是呢，不排除我碎掉的风险，但没关系，如果你既然都到法国的话，就买一颗回去用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粉质都不错。这个是 Kate 的怪兽齿色唇膏，我这个色号是04，它就是一个南瓜色嘛，橘红调的，就是我超级常擦的。以滋润型唇膏来讲，它的持色度也不错，所以这个系列的话，你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色号，2个粉扑，一个是 Salon 的，然后一个是这个牌子。我会把它留下来的，是因为我想确定说它到底会不会很吸粉，直接来剪。还行因为它中间是海绵。然后它其实这个粉底也没有渗进去，所以这一颗过关，只是它那个把手用就裂掉了。接下来是 Salon 的舒芙蕾粉扑，一样剪掉。
这个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因为它也没有到特别细粉，然后它这个也没有沾到海绵，所以这2颗粉扑过关。这个是 Trader Joe's 的 Ultra Moisturizing Hand Cream， 它里面的话有椰子油，然后一个 Hemp Oil 跟20%的乳木果油，觉得它的滋润度不错，但是如果是12月、1月寒冬的话，我觉得它滋润度不够，在欧洲来讲。那它的味道呢是有一点那种多酚香皂嘛，宝宝味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有更多好用的护手霜，所以 Trader Joe's 的这一款我就不会再回购。再来的话就是欧舒丹，因为太有名了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如果到德国的话，就是一样，之前这2款有介绍过的护手霜，就一样推荐给你们。这个包装我真的是要见一次讲一次，就是那种网络上常说的德国做产品就是用心在做产品，用脚做包装，这包装真的是毫无美感。肥皂类这2个是一样之前介绍过的 D&的，这就是水晶肥皂，拿来洗衣服或清东西非常的好用。这个是 Rossmann 的自有品牌，它这个肥皂也不错，它这个应该是红石榴味的，这个是我现在用的，我觉得可以买，而且它一个1欧左右，非常的 OK。那这个是 Balea 的一个牛奶蜂蜜皂。我觉得我没有非常推，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特别的，就是洗身体没有特别的滋润。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皮肤医生的品牌，或是有被认证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觉得用起来也不错，保湿度、清洁力都有，所以这个我可以推。这个是之前去布达佩斯一个应该是中央市场，1楼是卖食物，然后2楼就是卖一些纪念品。匈牙利好像辣椒很有名，所以他们就有各种辣椒的产品，辣椒粉、辣椒巧克力跟这个辣椒肥皂。这个的话就是肥皂有辣椒味，但就是如果观光客想买一个就是属于匈牙利的东西的话，这个就是买一个情怀。洗发精，这个是法德食谱，那它是苹果生姜防断修护洗发露。法德食谱的洗发精都蛮好用，之前的夏天是用一个绿色的，好像是柚子还是奇异果，那个就是洗完之后你的头皮真的是有这种被清爽的感觉，但同时又保湿。那这一款苹果生姜的话就是保湿，然后防断裂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是它洗完就是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是我用的第2罐。这边的话，如果在德国可以去德国的D&买洗发精，我推潘婷的跟 L'Oreal 的。那它里面就是潘婷跟 L'Oreal就是一个牌子，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系列，那你就挑自己喜欢的，就是那一罐用就可以。因为这2个牌子的洗发精都很好用。卡尼尔的这个是蜂蜜味的，这我觉得没有很推，因为它就是有一个浓厚的蜂蜜味，然后洗完了也没有觉得特别怎么样。也没有比较保湿，也没有头发也没有特别的滑顺，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可以跳过。我只能说荷兰真的是非常的干，我从来没有1年用过这么多罐的身体乳。这个是 Dr. Wu 的杏仁酸身体乳，那它这个里面有2%的杏仁酸跟水杨酸，主要是说如果你的背后有一些痘疤，你想要去加速这个黑色素的代谢，这一支就很适合。那它虽然就是里面有一些酸，但它其实很温和，不会去刺激皮肤，那同时也有一些基本的保湿力，所以这一支很不错。而且这是我用的第2支。再来是这个妮维雅的 Soft Cream， 这我不会推耶，因为我觉得它保湿度很不够，那可能只能夏天跟春天擦，没有就如果在荷兰的话，所以这个我不会再回购。那再来是2罐身体乳，一个是施巴的，一个是 Mixa 的。施巴的话，这个它就是最基础的款式的身体乳，但因为我那时候用完 Mixa 的时候是大概12月初，然后我就买了施巴，我只能说非常后悔，就是那种少年不知 Mixa 好，因为就是最基础的身体乳，它冬天我现在擦，我只能说我身体擦完之后擦1层、擦2层，都还是觉得还蛮干的，然后觉得有点干痒。Mixa 的话，它这一个我只能说真的是寒冬必备，就是质地就蛮厚重的，因为你光挤出来就会感觉到。它里面有添加5%的尿素跟泛醇，它虽然质地很厚重，但是它也还蛮好吸收的。吸收之后就会在你的就是身体形成一个薄膜，保湿力也很持久。如果有在荷兰这种地方过冬天的话，寒冬必备的身体乳，这个 Mixa 可以买起来。隐形眼镜的药水，2个颜色。这个蓝绿色的话就是最基础的款式，4.95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那这个黄橘色的话，它这个1罐再贵2欧，就是6.95欧。
那它这个有在标示说可以再把那个镜片上的蛋白质清得更彻底。那我买完之后确实是有这个洗得更干净，所以我之后买隐形眼镜药水的话，我都是买橘色的这一款。这个是 L'Oreal 的发膜，那它这个是有麦卢卡蜂蜜。那 L'Oreal 发膜就是不用说，真的都很好用。那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它之前有一款是粉红色的包装，它是玫瑰的味道。那一款玫瑰闻起来真的是超级的好闻，但我记得有几年了，保养了，后来 L'Oreal 的发膜都用这一款。再来是护发素，这个是潘婷的，这个之前有介绍过，它是可以从乳状转成水状精油的一个就是质地。那这一款我没有很推，因为它保湿度很普通。那这个是 Dream Trend， 是菲菲之前推荐给我的。这个里面有一些残留，是因为我这样挤也挤不出来，然后我要开，它好像也锁紧，那就只能这样。这个它有出2个版本，一个是应该是比较清爽版的，那一个是滋润版的。那我买的就是滋润版的。这个的滋润度以一个就是护发乳来讲，我觉得它的滋润度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在虾皮买就可以了。这个牙膏是意大利的牌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那我那时候是在法国的药妆店买的。我那时候买完就有打开虾皮看一下虾皮卖多少，我发现虾皮卖的比法国的药妆店便宜一点，所以如果到法国的药妆店的话，就买1-2支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价格没有非常的美丽。再来是香水，我去年用完这2罐，这个呢是我在佛罗伦斯买的。那如果有到 Florence， 应该会到有一家就是那边很有名的香水店，我会再把影片附在那边。我当时有先去那家店看，然后那家店不确定是他们的总店，但是它装潢的就是很像一个博物馆，里面就是如诗如画，非常的美丽。那一家店我有去闻它的香水，我觉得没有特别的惊艳，所以我就没有去买，虽然它非常的有名。那我就是在街边晃了一下，就发现这一家。那这个的话我会买的是因为他那个店员是一个老爷爷，他就是非常的热情，然后跟你介绍每一款香水，然后也让你试闻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，因为他真的是花了蛮多时间在介绍的，我就买了一个小管的香水，因为它其实味道也不错。但我后续在喷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香水有个问题，就是它一喷，它那个香味是这样砰冲出去，很冲。再来就是它的香味没有很持久，大概1个小时之后香味就消失了。所以这个的话，如果在 Florence 的街上看到，我觉得要自己进去试闻一下。再来是这2罐。这个是我在南法的香水小镇 Grasse 买的。那个小镇很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香奈儿N5度香水的发源地，就是玛丽莲梦露那一款。因为那边就有很多香水店，我就是在那个街边就看到一家独立的调香店，我就买了它的春夏秋冬4季的一组 set。那我是把秋天的用完，我现在是用冬天的。那我当初会买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先试了一款他们比较便宜的香水，然后我就发现过了2个小时之后，那香味都还在，而且香味也很好闻。那我就再回去店里面去挑其他的香水。秋天的味道我有点忘记了，但冬天的话应该是就是它4季里面的我最喜欢这一款。它里面就是有香草味，它就很像是冬天外面天寒地冻，然后有一个小木屋，你一进门里面就有炉火在烧，有一个很温暖的味道。这个就是这个冬天的香水带给我的感觉。我现在喷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。我在南法的香水小镇有发掘到这间店，所以那个店的店名我也会附上来。如果有到南法的话，可以到这间店来去探访一下。保健品专区，第一个的话是这个头发的营养剂。那因为欧洲的水龙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但是是硬水，所以其实多少都会有掉发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有去 DM 买这个双星牌的头发的营养剂。它里面有生物素、铜跟锌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用啊，因为我现在发量看起来还是 OK， 所以代表说这个营养剂是有营养到的，所以吃了就是真的非常多喝。再来的话是女性护理健康，这个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，那这个是好美满的。这一个的话就是平常保养的话
1天1颗啊，楼下有事的话就1天2颗。这个除了贵，好像没有什么毛病。那如果是在 DM 买的话，我买2款，这个就是单纯的蔓越莓 C， 蔓越莓加维他命 C。那这个的话，你要吃2颗才会有600mg的含量。那我后来觉得有点不太够，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。那它这个是蔓越莓再加上南瓜的萃取物。那这个的话是吃2锭的话，会有800mg的这个蔓越莓的萃取物。但这个南瓜好像是给男生在保养的，但因为它这个蔓越莓的含量比较高，所以我之后是吃这个胶原蛋白粉。我之前一开始是先吃胶原蛋白来防止头发的掉落。这个的话，我有2个口味，一个是这个蓝色就是原味，那这个就是可可味。那这个的话，它就是挖一汤匙，然后泡热水把它溶掉，或是如果你平常喝咖啡喝一些热饮的话，你就把它倒进去一起喝掉。但这个味道它稍微有一点腥味，需要去适应一下。那这个可可味呢，我觉得味道很奇怪，就是它就是有点腥味，然后又有点可可味道，我觉得很不 OK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吃胶原蛋白粉的话，我觉得买原味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可可味的味道我觉得稍微蛮恐怖的。眼睛保养类，这个是叶黄素，双星牌的叶黄素之前有介绍过。那这个是我一开始在荷兰的药妆店买的叶黄素。那我只记得在荷兰买的比在德国买的价格大概贵3倍以上，所以真的是价差很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去年2024的空中赏跟一些我推荐跟觉得雷品的东西。那如果有什么想要推坑我，或是你觉得什么产品特别让你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